2010年，中国高校报名人数下降了74万人，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许正在发生变化。公众对教育的满意度、对教育公平的感受，可以说是降到了60年以来的最低点。清水衙门水不清，社会净土土不净，这是人们对当前教育领域直言不讳的概括。教育被称之为是腐败重地这个暴利行业。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大学体制，改革已刻不容缓。5000年的历史上，教育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名声，就沦落到这样子的地位。杨东平是现任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。20多年来，杨东平一直致力于中国教育的调查和研究。谈起今天的中国教育，特别是大学教育问题，杨东平心情沉重。就是中国现在的大学，以它的管理体制，它的那个存在的方式，很难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。怎么说呢？它基本上还是行政的一个附属，它没有一个独立的地位。一直以来，大陆高校都是官方的附属，大学的管理者同时还是有行政级别的官员，而这一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大陆高校的自由发展。今天的大学校长，你给他自主权他都不要，他更不会去争取，他只说给我一点钱，因为他是当官，他是官员，他的官员是教育部任命的，他怎么会去问教育部要权呢？你还想不想干了，对不对？就他的角色完全不一样嘛，他不是学者，他不是校长，他是官员，他是一个局级或者副部级的干部。在这种行政体制下，大学教学品质难有提高，学术发展空间也面临瓶颈。尤其是近20年来，我们几乎没有产生真正有世界影响的重大的科学发现。比如说80年代初，我们还有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，现在我们这样的成果就没有了。我个人认为呢，最缺的是一个就是制度变革啊。我们现在急需要一场实质性的体制改革，来克服大学的这些积弊，尽可能的减少非学术的力量对它的干扰啊，就是行政化的意识形态的这些力量对它的干扰啊，学术相对的自由，教授更大的那个学术的这个自主权，就是学术权力应该掌握在教授的手里啊，这是一个基本制度。北京大学被认为是大陆高校的领头羊。1993年3月，北京大学做出一个轰动全国的决定，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，改建为商业街。此后，各式各样的校办工厂、商业街在中国各地高校纷纷开张，这被认为是大陆高校产业化的开端。不过，在杨东平看来，这种开端恰恰是大学精神失落的开始。大学的功能价值发生了严重的扭曲，实际上破墙开店只是一个外在的现象。那如果你到大学内部去看看，可以说是公私林立啊，商分炽烈啊，每个系每个学院它的实际的工作重心都是在办公室啊，在创收啊，在经营上，那还叫什么大学啊？8年后，北京大学又做出令人吃惊的决定，拆除商业街，恢复南墙。如今，尽管北大南门外大街已经不复当年的繁华景象，但那堵曾经拆后重建的南墙痕迹犹在。就是人心浮躁啊，大家都是急功近利啊，这个东西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逐渐的，就是文化的这种重建是一个更缓慢的过程。在90多年前，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，渴望在中国建立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制度，这也成为几代中国教育人追寻的梦想。大学精神和大学之道是杨东平2003年先后出版的2本反思大学教育的专著。在杨东平看来，现今的中国大学已经失去了最质朴的自由和独立精神，浮躁、麻木，甚至是腐败在肆无忌惮地蔓延。
中国大学体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。